这一次的复合生物合物学里面有很多的化学元素就是碳元素。停，看上去好专业，虽然我听不懂，我就想问问老师，怎么记得住这么多复杂的化学元素？我的老天爷，这说的是啥？前面那位是门捷列夫，说的是俄语，他说他发明了元素周期。左边是清朝洋务运动先驱徐寿，由我口述，他翻译，把元素周期表译成了中文。而我弗兰雅作为一名传教士，一直遵循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立志打通中西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屏障，其中就有我敬佩的利玛窦先生。明朝时期就来到了中国，毕生奉献于此。说到我所在的明朝，我有一位400多年未见朋友，我今天要去和他叙叙旧。曾经在上海，可以随处听到管风琴奏出的圣乐，也可以随处看到教堂高塔的时代。那时的上海大概有771座教堂，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徐家汇的天主教堂。这座气势恢宏的教堂虽然只不过100年而已，但它曾经是远东第一大教堂。其实围绕这座教堂的周边是有许多关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历史遗迹。我认为这是目前上海保留最完整的关于教会建筑群落的遗迹。每当我走过这里，我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当初的那些西方传教士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成为他们发展教义的一个核心场所呢？在我印象中，上海一直被认为是崇洋媚外的代表。其实大部分的上海人对崇洋这个词并不感到反感。那么崇洋这股风潮是什么时候被吹进上海的呢？不少人认为应该是开埠以后，西方开始在上海建立各个租界开始。但是小学课本告诉我，从明朝开始就有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立志于打通中西文化的交流屏障，开始了睁眼看世界。400年弹指一挥间，我想他也很想知道，他曾经立志于的西学东渐的精神，是不是有被后人发扬下去？今天我来到他的墓前，我也想从他这里寻找答案。与其说利玛窦和徐光启二人互称为朋友，实则他们多少有点互相利用的关系。明代的时候，西方传教士一心传教，但他们发现举步维艰。当他们发现朝廷的文武百官和皇上对教义不感兴趣，但是对他们带去的那些稀奇的舶来品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发掘了这个契机。利玛窦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传教士，他当时并没有马上答应徐光启请他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而是让徐光启先进行了受洗之后，才一起翻译了后来的几何原本。跌宕起伏的历史让这座明代建立的墓园饱受了摧残，墓园里的真迹大部分都已经遗失，就连现在的这座十字架也是最新修复过的。但是值得回味的是，在徐光启受洗后的300年的1903年，这座园林被修复过，正是为了纪念他。由此可见，清朝末年的主流社会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润。十字架基座上的汉白玉碑文值得说一下，2块碑文都为复刻品。右边碑文上写的是潘国光神父于1641年奉献给徐光启的悼词，左边的碑文则为1903年江南天主教纪念徐光启入教300年时写下的一段拉丁文。庆幸的是，原来的拉丁文碑文仍旧存在于现在的徐光启墓园内，而发掘它的过程也是异常坎坷。十字架底座的另外3面则是由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先生的题词。马相伯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身为天主教徒的他，与徐家汇这片土地又有怎样的渊源呢？我们今后会娓娓道来。走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在墓园里，每个人都泰然自若，甚至可以在坟墩前聊天。在西方国家，逛墓园可能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这就变得很微妙。
眼前的这5个坟墩实际上是徐氏家族的合葬墓，据说是徐光启夫妇和他的4个孙子。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在市中心看到一座这样大规模的，甚至是5连座的坟头，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既来之则安之，那就绕场一周看一看吧。徐光启逝世于北京，逝世以后，他的家人在整理衣物的时候，只发现了几件破衣裳和1两白银。徐光启的灵柩被护送回上海以后，并没有马上入园，而是借错于上海县城南门外的桑园，这也是他的一处旧址。很多人都讨厌明代的崇祯皇帝，是吧？但你可能不知道，崇祯皇帝得知徐光启的死讯以后，悲痛万分，追赠徐光启为少保，谥号文定，并派专员专门护送徐光启的灵柩回乡。说到这里，前方出现了一只懒洋洋的猫，趴在坟前一动不动，仿佛它就像是这个墓园的守墓人，守护着徐光启和他的家族。想象他会不会是利玛窦的化身，来这里找徐光启这位老友聊一聊呢？又或者他是崇祯皇帝的化身，眉山自缢，心有不甘。若是徐光启能够再多活几年，就能力保大明江山永存吗？前面提到了整个墓园在50年代被摧毁，现在所遗留的都是复刻品，其实不太准确。这条通往墓地和十字架的道叫甬道，虽然甬道两旁的石像身皆非原品，但也的确是从明朝的乔氏家族的原始的老宅的地底下挖出来的。门口的这座牌坊本来早已残缺不全，但亏得那时已经有完整的照相技术，所以能够依样画弧完成修复。除了翻译了几何原本，徐光启还发明建造了中国的第1台天文望远镜，而就在墓园的附近也有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第1个天文观景台。看到这排古色古香的屋顶，你应该知道我们还有下一个去处。在墓地的一角有这样一座纪念徐光启的纪念馆，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但是也别有一番风味。门前的这棵参天大树应该也有些年头了。南春华堂也是上海至今保存的较为完整的明代的建筑。据考证，它与上海的古奇园属于一个时代的产物。可惜在你们都知道的那个10年里，它遭到了破坏。但这并不能阻挡它成为当年上层豪门住宅的建筑活化石，作为迁移异地的历史保护建筑。如今它作为徐光启的陈列展示馆重新焕发了生机。对于现在的古建筑修复，很多人产生过疑虑，这些古建到底是应该留在原地好，还是应该迁往更适合保留它的地方呢？让我来给你看一张南春华堂原来的旧照。那么你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答案呢？因为玻璃实在擦得太干净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找到入口。如果你要来参观的话，记得进了大门之后，左手边第1个就是入口了。纪念馆巧妙地利用了建筑的回廊，参访者一下子就进入了时间的长廊。透明玻璃将室内和室外2个空间进行了自然的过渡，区别于其他传统展览馆那种压抑沉闷的气氛。展馆里有很多细节内容，所以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您亲自过来看一下。停！无论您是来自简中还是繁中，
您一定学过几何，恐怕这也是您对徐光启这3个字唯一的印象了。然而我想告诉您，我们能活下来，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多的仰仗徐光启当年种植番薯的实验成功。根据史书记载，当年徐光启的实验田就在上海。来，让我们穿越到徐光启当年种植的实验地。因为事先我做了一些功课，我对自己信心满满。但是当我到了这里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所以如果画面不太清晰，也请您多多包涵。我现在所处的这条街，它叫学前街，它在上海的老城乡南市区。这条街曾经因为有孔庙，因此而得名。与学前街交叉的这座幽暗的小路叫一宿街。在你眼前的这个片区，正是当年徐光启的实验田，也是他祖宅的一个部分。你能想象现在这么昏暗破败的街区，曾经是上海县的文化娱乐核心地段吗？它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今后来说。徐光启当年在上海有3座实验田，前面的一宿街是其中的一块。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街区叫桑园街，是其中的第2块。桑园街因桑园而得名，桑园曾经也被称作双园，也是徐光启的祖宅之一。相传当年徐光启正是在自己的双园别墅里实验了甘薯，获得成功以后，他便写下了那本巨著《甘薯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红薯和地瓜。明朝末年，灾痕遍野，当时徐光启也忧心忡忡，怎么能让人民填饱肚子？甘薯在现在看来这么便宜的一个农作物，其实在当时明朝只有福建才适合种植。在上海实验成功了甘薯以后，这项技能就被推广到了西北地区，从此人口也往西北开始迁移了。从此以后，徐光启在农业科技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他还在这里写下了另一本巨著，就是《农政全书》。比起当时大明王朝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时候，而欧洲和西方的目光投向了手工业和外贸出口业，因此当时徐光启在桑园里面进行的养蚕的实验深得欧洲的推广。《农政全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讨论养蚕的技术帖，至今仍列在西欧的一本名著《中华帝国全志》中。如今的桑园路找不到任何徐光启的踪迹，通过他的族谱，我们仍能发现徐氏家族在这里生根蔓延。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大都只想一个问题，是何时可以动迁，拿到多少动迁款。而当年徐光启在这里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和人口问题的历史，早已淹没在了尘嚣之中。从我们前面去的一宿街到这里的桑园街，步行大概1公里左右。选择这2块地作为实验田，一方面是徐光启的祖宅在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故居也在这里附近。他的故居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是不是也像这里一样残破不堪了呢？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进行探讨，因为在那里埋藏着更深的历史故事。走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听我啰嗦了这么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还有第3个农业田没有说，且听下回分解。再次回到徐光启的纪念堂，我们以他翻译的9章算术中的勾股丁里的装置作为今天整个行程的一个结束。走了这么一大圈，我们从视频最初提到的钨、锶等放射性化学元素，到他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徐寿，再到徐寿的合作伙伴 John Fryer， 再从 John Fryer 到了利玛窦，到了徐光启。这个这么大的圈子，其实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回溯之路。所以我真诚的希望那位侃侃而谈的老师能够追求徐光启当初翻译科学原文的精神，欲求超胜，必先会通。